2年前我就做了视频当 Sugar Baby， 我到现在还有人骂我，你一定跟这个男的啪啪。这个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真谛啊，而不是说有问题都不讲话这样。我跟你来，那你凭什么觉得隔壁老王的那个定义正义是正确的？我们忍心让这些人受到这样子无谓的伤害吗？我忍心。你来。 I don't 那么 care。对。 欢迎收看最后一集的前线开讲，我是福全，也欢迎两队的队长友谊和林轩。友谊没有异常，友谊很健康。是的，我好了。我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当有人有这种冤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冲去衙门，就这样击鼓申冤，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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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2排人出来就喂。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手机比如说，我看到你插队，哇，你态度好恶劣哦，就咻就抛上网，甚至可以tag一下这个有关单位啦。然后呢，就有一群网民可能会一起出来陪审哦。但是这种正义算不算是一种正义呢？算。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题就是报名正义是正义吗？而且今天很特别，出现了男女对战的局面。大家好，我是林轩，我现在在前线开讲的现场。我现在要把这个的摄像头转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吗？这些制作组的人就是这些黑乎乎的。好，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先拍这个东西，因为今天的话题对我们不公平。报名正义的报不是暴力的暴，是打抱不平的抱，是网友们抱团取暖的抱。2019年全球电影票房排行前10，有5部是同一部制片公司、同一个类型、同一个题材，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超级英雄电影。为什么在法治如此健全的今时今日，我们还期待超级英雄？因为就算是警察叔叔，也有他管不到、赶不着的地方，所以我们才需要超级英雄。可是呢，这个世界上没有超级英雄，所以我们需要网络暴民。古话说得好，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谢谢大家，我是林轩。我们所谓的报名正义 ，according to 查字典.com， 报名就是凶暴作乱的人。哇，连这样你都想反驳的话，我不赞同，对不对？暴力的暴就是不应该被接受的。我们常看到键盘侠或者是网络喷子，直接带脏话或者是人肉搜索，直接把你家人啊、地址啊、公司啊这种骚扰、这种不正义的对待，你觉得这是对的吗？活该！直接活该！这样就有点勉强了。你都不全面的看待整个事件，最后你却期待这是一个正义的结果。当你在关注下一件事件的时候，上一件事件的受害者他还在家里痛哭啊，或者是崩溃，他要怎么出门买菜？他孩子的前途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报名正义不是正义。报名其实我的认知是这样，它是一群呢在网络上对于一些课题、对一些事情勇于发表的人。OK， 那当然呢，因为网络是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的确有些人会有一些过度的言论，但是这个不就是一个讨论的基础吗？因为一件事情有所谓的报名，去把它带出来，有流量才有讨论度，有讨论度呢才会有关注度。如果今天一件事情大家都不留言，都静静的，就是什么都 OK， 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关注了。有些事情也就因为这样子呢，就没有办法得以伸冤了。了解有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报名正义呢，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正义。生活不愧是你的好押韵哦。等一下哦，我有点紧张，你让我看一下。他真的在看稿，不是第一次。对，行，深呼吸一口气，来吧。来加油！如果你讲不好，你就过来我们这边就对了。我不做了，我的位置留给你好了。对。再说他又忘记了。是真的。好的，
所以呢，我认为暴民正义呢，它并不是正义。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只是我们随便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课题或者是一个话题，我们想要聊的，我们就选择性的聊，然后你就把他的那些个人资料搬出来，骂谁？骂他，骂他妈妈，骂他爸爸，骂他爷爷奶奶，全部人都骂。那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吗？并不是。然后，如果到后来发现我们说的话是错的，我们就怎么样？说 sorry， 我们就不用负责了嘛。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暴民正义嘛。我是新加坡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易凯 Aaron。我觉得我们应该探讨的应该是这种网络的正义。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网络的正义？是因为这个正义呢有了争议，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在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发挥我们的言论自由来讨论这东西。当然。对方他们就说了嘛，在讨论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些可能比较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去把人家的这种个人资料揪出来，然后放在网上。但这就是讨论言论自由的代价。我还是觉得这个网络的这种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讨论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到底这个公众是怎么样想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观点。谢谢大家。我在这里要介绍2个字给你们，那么叫法律。OK， 我们吓死我嘞！他讲法这个我吓到了，法律不要打岔。吓我 OK， 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因为我们要确保社会不会大乱，我们要维持秩序。当然，做坏事是一定要被惩罚的，但是是让法律决定怎么惩罚。而且你们想想看。法律已经存在有几千年了，但它还是并不完美的。那你凭什么？等一下，那你凭什么觉得隔壁老王的那个定义正义是正确的？是你对正义的定义跟他对正义的定义不一样，到底谁是对的？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才需要法律，我们需要法律来告诉我们怎么做，而不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哥哥们，你讲就好，可以不要指我吗？我就要被骂，我做错事嘞。等一下，哥哥们，我劝你们放下屠刀，不要当暴民，当个好公民。等一下，是。哎，你站错边。回头是岸。漂亮。在没有网络的时候，其实发生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定论、自己的言论。你常常会听到旁边的这个咖啡店的阿姨就会说那个谁怎样。可是呢，我们是理智的人嘛，我们基本上都会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对吧？就像我最近大事关卡这件事情嘛，因为有暴民正义这件事情，我们大家才知道了这件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呢，有关单位呢在1个礼拜以内就请所有的当事人回到警局去调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去解决一个问题。那暴民正义这件事情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帮有关单位去处理这件事。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们的是，多少时候呢？你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朋友会跟你说，be careful, later get storm。这件事情呢，也可以是个预防式的东西，预防比制裁来得好，因为你知道吗？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去治疗它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呢，我觉得暴民正义就是正义。谢谢。因为你看，话说我们讲的这个是担心你被 storm，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相信说，每一个人都是公民记者。公民记者是记者吗？我们当记者，我们做媒体的，每次跑完新闻之后，要不要回去到你的主编面前，把你的故事给主编检查一下，你的故事到底是否真实，你的立场到底是否中立？网络记者每一个人都是记者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主编没干事吗？对，就是你们说的。对，主编都在那里，想要陷害我，是这个意思。而且呢，另外来讲一下，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打着网络言论的网络言论自由，开始哦，言论自由的招牌，在网络上随意的发言，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呢，跟一般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有的没有的网站，打出耸动的、吸引人眼球，而且不负责任的标题，会有什么不同？这是完全一样的道理。对，今天如果我不负责任，如果我就求要人看的话，我就会放出这张照片，当做我今天的头条。请看。威廉王子，你在做什么？做出如此粗俗不雅的动作？今天如果我是一个一面倒的媒体，我肯定跟着这个看图说故事大做文章了。但是我作为一个知性的、稳重的女主播，是
没错，我肯定呢会看清这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威廉王子只不过是在告诉大家，他老婆怀了第3个孩子。没错，这是一个在媒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case study。我们每个人都学习说，看事情一定要看到它的全面，否则的话，我们造成的后果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收拾的情况。而且，如果说只要有一个孩子因此而受害，只要有一个人因此而想不开，决定因此而伤害自己的话，这件事情我们都难辞其咎。谢谢大家。我们先来看看网络上面的一些年轻人是怎么说的。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调查，大约80%的人都是站在你们这边的，都是不认为这是正义。但是当中也是有一些年轻人留言是站在这个林轩这边的，他们讲的东西也蛮有趣的。有一个留言就这么说有些正义来得太迟，所以才需要所谓的暴民来推波助澜，才能成功。刚才其实好像 Teddy 也有提到，是不是有舆论的压力才会奏效，才会成功，或者说它其实有可能模糊焦点，或者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我可以这么讲一下吗？刚才对方我是很尊重你们的发言时间。是，其实刚才你们讲的话真的很多破绽。刚才呢都一直在反对。这位 Kelly 你送2个字法律，对不对？对。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事情在法律层面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道德上面是有一点问题的。是。比如说前阵子有一家宠物店，他们是帮狗狗洗澡的，然后呢刚好有公众去拍到他们在里面洗的状况。就是很粗鲁啊，就是很粗糙，然后身为狗主人的父母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这个在法律层面他没有犯法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酵呢，导致有很多的舆论攻击。至少说他们因为这个事件有学到一个教训，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正义，就是因为它能够拨乱反正。下一位，快点！你要举例子，我也可以举。来，知道有这个公寓的居民，他就是辱骂这个保安。对。然后呢，网民就把他的资料全部找出来嘛，对吗？对。可是到最后，他找出来的资料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同样的那个人。然后大家都辱骂他，然后什么威胁他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明明就是无辜的啊，这样子就应该被骂吗？然后还有人会打电话给这个公寓的这个居民，打电话骂他，人家就觉得这是对的，你这样子做是对的，然后还点了很多的外卖上他家。这些送餐员他们是无辜的嘞，你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且他们到最后能不能收到他们那个餐的那个钱？都是一个问题，他们都是无辜的人，你觉得你这样子做是对的吗？牵连无辜的人了，所以我们需要法律啊！我完全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世界是不完美的。如果你在网上为所欲为的话，你能确保没有人受伤害吗？我想问的就是，当这种东西发生的时候呢，你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不吭声，就是让它继续发生？为什么大家没站出来说，你们这样做？对吧？这个其实路见不平，你们一走了之。我们没有路见不平，我们可以报警啊。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都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第一，法律它不是一个完美的系统，对，但是网络上的言论同时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是只要是系统，基本上它就是没有完美的。但是今天我敢问在座所有的每一个人我们多少人多多少少都在我们可能在我们事业当中的某一个阶段。我们都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我们是键盘侠、口诛笔伐底下的对象。没问题。他们说的话是正义吗？不是，他们有时候根本没搞清楚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来，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doxing 肉搜是犯法的行为，是，它是有一个法律层面去制裁的。是，但是因为很多事件，就是因为有去把这个事挖出来讨论，大家去关注。然后这个事件呢，才得到一个有关当局去介入调查。如果说今天都没有人去讨论，是骂就没了，然后那个人被骂就很无辜。是。然后呢，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讨论，今天如果你做一些不对的举动，我跟你讲，反而还会有人去找你说你这个是错的。现在我觉得啦，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我们都在学习，包括网民们也在学习。是，的确会有所谓的一个风向，但这个东西就在于说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然后拿出来讨论。这个就是一个
言论自由的真谛呀，而不是说有问题都不讲话这样。但是在这整个所谓学习过程的当中，你们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这些言论会对于每一个家庭造成的影响，这些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好像有多少我们看到的这些社会事件？等一下啦，等一下，这些社会事件当中，没错，人肉搜索是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这么做？有的时候很难。我们知道的时候，他所有资料已经被公布出来了，这些社会事件的主角，他的爸爸妈妈，甚至无辜的孩子，而因此遭受到社会上这些异样的眼光，我们忍心让这些人受到这样子无谓的伤害吗？我也很好奇，说有没有什么被害者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故事？对，我就是被害者，所以2年前我就做了一个网上一个视频，那我就当undercover 做卧底，就当 Sugar Baby。那我已经在那个视频里面一开始就已经讲，这个是 undercover， 都是假的，就是我不是真的 Sugar Baby， 我没有用自己的 email 去做 anything， 我的名字都是假的。然后就整个过程嘛，当卧底当然要演得真一点嘛，对不对？对，而且。那个 Sugar Daddy 也是假的，是演员来的。然后那个名车也是假的，也不是那个 Sugar Daddy 的。我根本没有上车，我没有跟他回家，我没有拿到那笔钱，我不是 Sugar Baby。但是我竟然要在网上被骂。贱女人，贱女人啊，然后讲我是什么gold digger 啦，然后讲我你凭什么啦，然后一直骂，那种很难听的字眼全部骂出来，而且这是2年前发生的事情，我到现在还有人骂我，还有人讲他们也是没有去管这是 fake 的还是真的，有些人看了信以为真，很像他看了他就知道是假的。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那个点击率是超级高，超级高啊，对不对？那就对了喽。对啊，就是因为有讨论的话题，有点击率，你就更应该站出来，就是站在浪头上去做一个澄清，说，其实你觉得我没有澄清过吗？我有啊，我有说是假的啊，我有说这不代表我自己的言论啊，或者是我的行为啊，但是那些人还是不相信啊。我可以回复他说我没有跟这男的睡，但是他还可以讲我不相信你，你一定跟这个男的你一定跟这个男的。我们在争执的是，影片播出了之后，所有下面这些一面倒、没有经过事实查证的言论，因为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在为了做节目而做这件事情。对，可是他受到了人身的攻击。对啊，我想要请我们的助理教授标准答案。对，老师说说话。你就是研究这种网络媒体上面的这些言论啊，这些内容的，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你自己本身是怎么看的？我们不能够控制他们想说的这什么，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也要考虑，如果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让人家在网上有发言权的话，那也会造成另外一种问题，就是真正有不公不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敢吭声。所以东西其实都是有正面跟这种我要反面。反驳一下了。我要挑战学术，停！我觉得我好勇敢的，我天！下一位，我帮你，下一位，看到你，下一位你跟我讲，我再讲。我跟你讲，来，你看刚才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一点是说，我们把它带向另外一个极端，当大家都没有发言权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没有说你不能有发言权，我们在说的是你所发言的这一切不能够代表正义。对，我们也没有说这代表正义哦。你说你的立场，我的立场我要重复多一次哦。他讲出来的不一定是正义，但是他最后能够得到正义的效果。也就是说，一定是有正方。有反方，比如说大势关卡那个事件，对，一定有人会说那个女生什么什么啊，讲那女生神力女超人啊，做一堆梗图笑她。但是你们仔细看，也有一派网友们，他们是有的确去了解为什么那个女生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之前有些擦撞，所以会有2派立场，也就是因为有讨论度，最后这整件事情就。有关当局就去介入调查，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网友们大力的去把它推波助澜，把那个热度给炒起来，你觉得今天这个小事情会
劳师动众去调查吗？就没有一个下文了。胡说！像刚才凯莉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哈，事情发生至今已经造成了一些困扰，甚至伤害哦。觉得你可以做什么东西来保障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利益？不被伤害，保护自己啦。真的不知道要怎么保护自己。我是希望观众，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还是你看到什么不开心的话，不需要骂人，你可以就自己不同意啊，还是就怎样，就不要在网络上发言，就是不要做人身攻击嘛，不要把我妈妈都骂嘛，我觉得很过分啊。你的妈妈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她没有太在意，但是她就跟我讲说，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对于 Kelly 的这个经验，说这种很难听的话的人，其实从一个比率的角度，他们其实算是少数。虽然说他们的那个声量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不了解情况，我们不应该去批评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人就是这样子去批评了，那旁人在干什么？为什么大家就是不站出来说，这样子其实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其实我们这社会科学里有一个这种效应叫做 bystander effect， 事情发生就大家都会围观，但没有人敢主动的踏出第一步来去帮助或说这东西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也必须去想说，我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我觉得他们有站出来，但是像他骂我，你不爽你就骂他。然后他看到你骂他，他不爽，他又开始骂，所以有人站出来，但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想延伸一下教授讲的话哦。第一就是说他们是少数没错，但是因为他们的声音太大了。第二，他们的声音太大，掩盖掉其他就是真正比较理性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些理性的人不开口是他们的错。旁观不是一种错，旁观只不过是没有在该做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子而认为说这个是他本身犯下的错误，这是不一样的概念。而且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一点呢，好像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在骂别人的话，我一定会去 report 那个 comment， 我可以一 report， 就是 harassment、bullying， 还是那种就是骂人什么的，我都会 yes。可是呢，有时候这些社交媒体他们没有时间去 filter 全部的这些评论，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就讲说we didn't remove this person's comment。我觉得网上可以就是把一件事情提出来，但是还是需要有正确的方式去处理。最后的争议也是需要有法律来，这位一直讲法律哦。对的，我跟你讲，没有，因为你的想法太美好了。不是，我就是想的很不美好。我在跟你讲现实社会的真实面。你要一个当事人在那个法庭面前面对这么多人，再把当下发生的事情再重申一遍，然后再经由媒体转载，那这个不是也是会受到伤害吗？所以你说在网络上如果被声讨或者是被任何的攻击的话，那种不算是伤害吗？那个也是伤害，都是伤害，对，都是伤害啊。所以我们的意思那为什么不要在一个正正当当的法庭当中，让法官、辩护律师，然后以及这个被告人自己去阐述所有的事情的经过，有证有据的情况下坦诚呢？我觉得现在的人民他们读新闻都是很多次，他们只是看头条，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 mob justice 有时会他们找错人嘛。我觉得不是很正义，因为你不是那个当事人，因为你就跟风嘛，就对不对？看到别人骂就觉得哇我威风啊，我就跟着一起骂。我是可能跟朋友自己gossip会啦，我们不会 bring it to online 咯。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跳进去忽然的批评人家。每个东西都有两面嘛。你不讲，可能他还会缓和一下，不会做出更极端的那种报复啊。可是，一旦你每个去讲的多的话，他的想法会更多，还是有那种忧郁症啊，不是更惨吗？对，如果他做错事情，可以去找警察还是什么去解决，而不是在网络上被人讨伐。我觉得这不是很赞同啦，因为力度有些 harassment。我觉得那个很夸张，我觉得那个有点侵犯隐私了。你不需要搞到，比如你把他整个人的家庭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全部连累在一起。如果我本身我也是会好奇这个人是谁，我会去搜索。可是搜索呢，如果有资料我就不会抛出来啦。对，因为是个人隐私嘛 ，PDPA 嘛，对吗？合理跟合法是不同的一个问题。我看这是一个社会的变迁，科技的变迁。因为你一上网，你的资料就在上网了，就是没办法的。所以自己怎么去保护自己会比较正确。
他们说的没错，的确有人在这个肉搜或者是网络暴力中间被误伤，但是你不能因为偶尔的误伤就否定整个因为这件事情被网络上讨论所带来的正义的方向。就好像交通意外一定会发生，可你不会因为有交通意外就不搭乘交通工具。刚刚那位大哥说得很好，他说合理跟合法是两回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是不完美的，很多东西它合法但不合理，那么就交给网络上的网民们去解决这一部分了，这不是很好吗？同样是合理跟合法的问题，在网络上多少的言论，它有没有不合法？可能没有，但是它合不合理，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它在不合理的情况底下，就应该合理啊。它可以。我补充一下啦，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辩论的主题是说，这个暴民正义是正义吗？对。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如果是正义的话，就它得到一个效果，就是一个结论，一个事件。有办法得到所谓的一个正义的话，那就是正义嘛，对不对？那你们现在很纠结一个点，就是那过程中会有网暴，会有肉搜，那会有人被受伤害，所以让我讲，所以这个过程中呢，的确就有所谓的法律的介入了。法律介入就比如说 anti-doxing、PDPA 这些违反个人的隐私的，全部是有犯法行为，被举报是要负刑责，甚至你在网络上辱骂人。是可以去透过法律层面，像你所说的，去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过程中有瑕疵没错，但这个东西大家都尽力的想办法去把它更完整化。但是为什么要完整化这一块呢？因为得到的正义是 OK 的嘛。所以我们一因为直在讲最后会有得到正义，就是所以那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完善它，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是过程上的受害人是谁？我觉得你要怎么去定义这个正义，你的正义跟他的正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可以就是觉得说，大家全部暴民的正义是对的，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观念。你可以讲它不是不正义，但是你不可以讲它是正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今天他们讨论一件事情，不代表说讲就是对的，而是这件事情有被拿出来讨论。对，了解我意思吗？一定会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然后到最后呢，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有一个绝对对或绝对错的，这个当然，只是大家只是把个人的立场观点讲出来。OK， 那如果说有法律层面问题，那当然就交由法律。当然，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东西都一样，就是最后一定需要法律。我要延续刚才有意说的这一点，我们要经历网民这样子的一些讨论，为什么我不要直接去报警？我为什么我要在网络上面去做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在网络上面伸张正义，是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是我曾经在某一个国家租房子被诈骗，然后我要去报警的时候，警察跟你说，哦，对不起，这是个民事诉讼，对的诉讼，不是刑事案，所以我们不能帮你处理。然后呢，你要去民事的法院去告的时候呢，这过程已经2年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当初呢，如果说有一个你在网络上 PO 出来的话，其实就会省略很多时间，因为到最后这个事件被曝光的时候呢，被骗的人有好几十个，你知道吗？我还是其中最后几个。那如果有把这爆出来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它可以预防很多事情发生。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报警是正确的一个方案，可是要如何让这快速的进行，预防更多人再去被受欺，或者是怎么让这件事件快点的去解决它？我觉得报名在这个状态下呢，是可以帮助的。我想聊的就是好像大师关卡那件事情，其实我个人也是有关注。那为什么我没有在网上留言？也许我怕别人攻击我，但是我其实更害怕的是这件事情经过了之后，他的孩子之后要怎么面对人？他的孩子穿着那间学校的制服，大家会怎么去对那间学校做出的评论？大家会不会质疑那间学校的教育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无法想象的。甚至你有没有听到报道，就是去采访他说，请问你自己的辩解是什么样？你们有看过吗？没有，因为没有人感兴趣，大家只感兴趣为什么当下他会做出这样的
面目可憎的一件事情，大家只针对他们想看到的东西而去做出言论，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只要拿着那一个视频去报警的话，我相信会得到答案的，而不是因为这个快速的得到答案，最后造成那孩子永久的伤害。所以我觉得他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他虽然说对这个人很不公平，但老实说，他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是他给我们这些旁观者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出门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而这个东西它的影响力是更加积极和正面的。如果一件事情它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广泛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而不得已要牺牲1、2个人的代价的话，所以这样子觉得是杀一儆百的效果吗 I don't 那么 care 妹妹，等一下哦。那当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是错的，是。但是因为这个讨论啊，然后攻击他的时候，他就我知道错了。但是你觉得人家在1年后、2年后会直接忘记掉这件事情吗？会不会，会啊，他们还会一直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个你不知道，2年前到现在还是在被攻击。不会，但是我想说，这就是成长。OK， 等一下，这就是社会。等一下，然后你这样子，大家都攻击他了，让他逼上绝路。那之后啊，他还会想要在这个不那么友善的社会攻击他的社会哦，还要改过自新吗？还是他会觉得说他不能够再相信这个社会了？对不起，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就有刚才那个阿姨说变本加厉的行为会出现，所以就会变本加厉，他就觉得说，反正你们就是这样看待我的啊。你这个是有一点预设立场了，因为这个根本没发生。对，你这有点预设立场。因为你看，我们都讲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是你有给他机会吗？所有这些他可能在生命当中一个阶段犯下的错误，永远这样留在网络上面，他这一辈子还有没有机会改过？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机会，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你，谁说的？所以我们需要第2次机会。所以没有，你需要第2次机会没有错啦。但是我觉得至少说，刚才我们一直有强调的，它是有一个预防性跟一个警惕的一个作用。至少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发表言论的时代，是人手一机。对，所以呢，每当我手开始要举起来挖鼻孔的时候，对，还没举的时候，我就开始先三思一下。因为可能会被人家拍下来，就拍到，所以就是你就会有，我这开玩笑，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会有一个警觉性，要做一些事情，你就会三思。对了，预防是可以预防，没有错。是。那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韩国女团的例子？他们才大概成军了2、3个月，就对很多年轻的艺人来讲，你终于拼到可以出道的那一天，他们之前经历过的辛苦，我们看新闻大概都知道。对。结果就被爆出说，他在学校的时期，他曾经霸凌过别人，而因此被逼退团。是，霸凌是错的，这肯定。你给同学造成的伤害，这个可能也是一辈子的。是。但是今天这一个10几岁的年轻人，他当年犯下的错，他却可能要用这一辈子来付出他的代价。其实历史已经证明了，暴民通常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很像几百年前，不是有在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他们就开始指控别人是巫婆嘛，对吗？那不是有很多人都无缘无故的去烧死嘛？那时候几百年，他们也觉得那是正义啊，也是暴民，也是自己擅自做主，然后去乱烧人啊，然后你不能够讲几百年前，没有，但是在那时候，那我讲5000年前，人类我们都还没有在一个世界上就没有暴民。你听我，你把几百年前是。现在就回到现今2022年，我们请我们的助理教授易凯来给我们做一个针对今天的这个课题做一个总结，好吗？其实我觉得两方没有很大的争议，其实最主要的争议是在什么东西，就是过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过程当中，不要用那种很难听的字眼，然后大家都比较理性一点的去讨论、去思考的。我们大家今天我们八位其实都是有一个共同立场，就是我们都是希望不要有这个所谓的网络暴力跟网络伤害、霸凌。我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也跟那些网友们讲，请那个留言写好听一点、善良一点不要还有看到不公正的时候要站出来。就是说你们可以根据一件事情做评论，我们都可以接受。我常讲，你可以说我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表现得不够自然，但你不能够做一些人身攻击。不能说你丑。你要讲也 OK， 对。但是我意思说，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在网络上了不要有那个恶意的言论在，这个是我们其实都不赞同的。
我也想对一些年轻的朋友们说啊，其实现在每个人可能都要面对公众人物所要面对的挑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交媒体上，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心脏，同时也要告诉自己，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要去接受。哇，你讲这么多，我这里不讲不好意思呢。我很想反对的。没有，还有就是对一些立场、一些事件啦，我也是说不要太快去做一个评论，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太容易了，你几根手指。对，而且大家都还不知道说这个视频的来龙去脉，对，你们就开始先发言。所以我也是呼吁说，希望这些暴民正义们啊，你们如果真的要伸张正义的话，等这个事件发酵一阵子，你们去。真的去了解各方观点，再做一个评论，我相信会对这个事件的发展呢会更美好。这就是为什么司法程序需要时间，不要怪他们慢，他们需要全面的去收取证据。对，尤其是我最近对于这个话题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知道身边有一个小孩子10几岁，因为学校霸凌的关系，所以他其实有尝试轻生。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完善的系统来保护这些还在成长中的小孩子。可是这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因此而犯下了一个我们这辈子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错误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值得的。对，是的，所以呢，在你一昧的在喊着我要正义之前呢，请冷静的先思考一下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一个途径？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6位嘉宾，还有我的2位主持人，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你们的努力成就了这个开讲的擂台，让我们的意见可以碰撞出更好的火花。是，今天留言呢要特别小心，不过我们还是欢迎你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啊。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也记得点赞、分享、加订阅。同时，请锁定 Me Watch 以及8世界的各个社交媒体来锁定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太棒了！今天真的很难辩，恒哥讲什么我都觉得有道理。他可以控制大局，跟他说 stop， 先听我讲完，听我讲完啊，让我讲完。他讲的点很多时候我真的要攻他，但是他一开始讲完了之后，我就不记得我要攻他什么点了。我是觉得对于这个 Kelly 的那个经验，他其实就提醒我们 media literacy 其实挺重要的。大家在网上在看到任何信息的时候，先暂停一下，想说，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还没看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一些判断。网络暴民这件事情，我其实还是不希望有任何霸凌发生，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说不要暴民，但是你可以提出言论，善良一点点就好了。暴民这2个字本身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我又站在正方，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到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都不支持网络暴力的行为，是基于谴责的。只是说那个结论当然就是有各自的一个论点，然后由这个网友们你们自己去做一个评断咯。